年3月25号，我们的讲师 Edward 已经来到线上。那现在我们直接来请 Edward 为大家开讲喽。Hello Edward，麻烦你喽。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上个礼拜真的是太累了，累倒了，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继续看我们这个knowledge sharing 呀。OK， 今天的 topic 是进阶章还是进度章？统计的进度章的一些，怎么说呢？看到一些英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些晋级的徽章，现在要给一个感谢词，就是所有的一些收藏品都不是我的，是这两位大兄 Yes 和 Pascal 这两位很厉害的人物，他们是两个很厉害的一个那些旧章的收集家，那些历史专家在 Scouting 这边，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感谢，所以我们才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资料和照片可以欣赏，可以认识过去的一些记录上的一些理解的一些。我来一个小小游戏，你们大家可以猜猜看，这个章是什么章？有人要试试看吗？是你要试试看吗？还是雅珍？这个雅婷？这看好像蜜起来像什么？蜂窝是吗？不像，好像帽子，不像，好像那个什么，怎么说呢？那个叫做 Harry Potter 那个巫师帽吧？不分类帽是吗？不是啦，像圣诞树。圣诞树，认同，认同。对，我们继续，我们再看他的，就好像那个什么，我们的一些华语的一些中文的字的造型字的演变的一些，在境界的1928年，它的模样变得这样。看这是什么吗？还是圣诞树？看，更像了。更像。会是圣诞树吗？应该不是。我不知道。等一下，这是什么？应该来放大一点。再来，再境界版的，再来，也变成这样了。这又是什么？帐篷？帐篷？对。说帐篷代表什么呢？露营。露营章。哦。终于。这个是英国的那个专科章啦，的露营的那个从早期的那种印第安人的帐篷式的帐篷啊，看的话，1908年那个印第安人的帐篷式的三角锥这样子的，一直演变到现在的类似的这种英国版的不同年代的进化版的一些，或者来一个小游戏啦，给大家 relax 一下。OK， 还有中国是 progress dash system， 我们的制度章是这个 structure 的一个 framework， 就是开始我们重新去通过多阶段去学习，从由浅到深的这些实践，或者发展技能、知识、品格，制度中的不同通过学习的才可以展示能力的，或者呢规章，就好像我们的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就是说一个进入阶级的一个不同级别的一些学习，按分类的一些 level 来进行的，这东西也一样。1907年由我们的贝登堡开化出来的这些幅度，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1908年那个红血减碳这个 Scottish Boys 也是有通过 Badges 来巩固学习一些 critical。来，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Edward，你这边声音大家听起来清楚吗？因为我听起来是比较偏小声，各位听起来 OK 吗？可以吗？我还是要增加大声一点。OK。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好的。
好的，好的，所以就是也是接下来英国的，然后美国的也是它就 initial 就是它刚开始的开发了57个 validators，后来它就是调整了一些不同的一些记录章，不只是不只是focus on 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 就是那个技术章之类的这样。来，我们先探讨一下英国版和它的所有的 Commonwealth country，它所有的殖民过的英国殖民地。它早期的就是分成了3个阶段，所以你们可以用这边 compare 一下你们台湾的那个进阶版的那个进度章，就是初级、中级、高级，一直到国画的一些类似的一些那个进展。所以英国版就是从贝尔堡他们开始计划的，就是它的那个Main Street，就是它的正基的这个基础章呢，就是从Tenderfoot 就是你 join 了那个会员之后就开始的一个 membership，就是 Tenderfoot 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知识开始学习，然后慢慢就上升到second class，second class 就是这个 second class 微笑版的这个 second class， 就是两个加起来的就是 first class。过后呢，他们就会去考这个 Queen Scout 或者 King Scout，因为 King Scout 时间比较短，因为它的第一版的这贝勒堡的迪萨车的是跟那个 King Scout，就是那个菲利斯伯的父亲，他是第一代的 King Scout，但还是很短时间，过后就是最长时就是 Queen Scout 的一个时段。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他只是会 Boy Scout，就是那个从他们 Boy Scout 的定义就从14岁或者12岁一直到18岁，很长的阶段都是 Boy Scout。后期他就是分家了，就是说中段就是10岁到14、15岁就是Boy Scout，然后15岁到18岁就是 Senior Scout。就他们开始的分界成两个不同的这个学习的一些领域，因为他们年龄层不一样，他们的学习也不是说就分开两个阶段的分家，所以就是中级从军他们就考的是 Boy Scout 的，系列的高级从军 Scout 的。诶，所有的英国殖民地的都是类似的那早期的时段。人就是后期他们就转变成这个模式，进阶上就是也是一样，就是 Scout Standard 对这个 Second Class，and Scout Advanced Standard 就变成了这个，这个就是那个 Chief Scout，我是 for Scout in 的，上到去那个呃高级童军的 Senior Scout，他们就考不同的一些呃不同的级别的一些 provincial badges，那个不同的一些 provincial badges，他的那个高级童军章，它是不同年代的高级童军章的一些每批的会划分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badge 是一样的，说他们要在考，他们要再考过一个高级的 provincial badge，就是说还在加多一些新的 level 的一些东西。他们早期的 back 不会在新的 back，它只是在下面搭过一条杠，就代表它这个新 level 的一个级别的一个章了，在这边讲。那基本上是4个章加4个杠，就是有八个佛的是在就是态。然后这4个杠之后呢，他们这个继续前往这个 Queen Scout 的路程。
如果有问题的可以随时插播打断。对，除了他们的 mainstream 的那个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的那个 mainstream 的那个大道 mainstream 的那个 program 来讲，他们还要附加这些不同类似的 proficiency badges。就是有些proficiency，你看它的布料不同，它的那些 printing 也是不同，有些有字的，有 Boy Scout 的，有些没有 Boy Scout 的，有些它的布料不一样，有些它的布质不一样。但是蛮多的一些不是，有些是 compulsory 的，就是不是，反正这些是 compulsory 的，这是optional 的可以选择。但是给大家看有些很奇妙的，这个但是因为你要猜猜看吗？这个兔子的是什么？我忘记了这个是什么章。那对，有猜猜吗？来水 ，Hello， 他在睡觉吗？在水。对，大家去上网找看一下，这个应该是 A 搞的，对，问在那边，对蛮多的这些类似的一些这些生活这个 life saving 上救火的也有啊，些运动员啊之类的都有，有一些的那些或者不是就是 skill。所谓的英殖民地的国家或者现在公共产品的都还有使用。但是后期它的博士班也是它的形态也是换了，看它从圆的，它改变成这个square 四方那什么 square 的，而又改回去圆的。这一个世界就是对这个是现在英国同志正在使用的最新版本的那个best team 和他们的 scout。他们加了这个叫 Chief Scout Award，它就类似不同的那些国际赛事的一个分类。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段，这可以跟你给大家一点他们就是你看到吗？它转变有一个直线的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这一直线的上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上升的那个 program， 到后来的现在它主张的是好像一个叫什么叫做 multi direction 的一个 learning， 就是说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他们学习不同的分类分别，它的不同的类别的，然后完成了所有的项目，才进行去导紧最中间这一块就是高什么那边早期的是一级的上，每一级都有不同类型的考验，就是包括在里面。而现代化的这英国版的，就是像他已经放弃了一级上，它是分类成不同的一些就讲这些体制啊，或者那种那些 special element 的那些他培养青少年的一些不同需求的一些品格之类的，所以他们就分成不同的阶段，他们就是每一题去考完之后就focus在中间这一块，而且你要考分这一个，你还要选择几项的一些我们具备的技能章，才可以完成这一个章，所以还有附加条件的，它不是只是专攻这边忽略了这一块或者这一块，它都有一些dependency 的一些架构在里面，所以每一个东西，或者这整套系统，他们不只在中这一块，它有学习到不同领域的一些兴趣章啊，那些特别的艺术章啊，那些的工种那种 skill，他们可以给他一些到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可以他们喜欢的一些类型的一些工作。看他的这个就是他们完成那个就是 award 之后，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跑起这个 quiz award。
而且他们的 Queen Scout Award 是开放给 Explorer Scout 和 Scout Network。Explorer Scout 是前期的高级中军 Senior Scout，就是15岁到18岁的年龄的。Scout Network 就是以前的 Rover Scout，从18岁到26岁。很多国家都是考取2组不同的章，一个是 DB Award 是 for Rover 的，一个是Queen Scout 或者 King Scout， 或者是他的高级的章是 for Senior Scout 的。现在他们英国就有一项，就是他们是 combine， 就是你过了年龄之后，你还是可以去考这个，就说 Queen Scout 或者 King Scout。所以就不管你是 Rover 还是 Senior Scout 或者 Explorer Scout 或者 Scout Network， 你们还是同时会考取到同一种类的高级章，就是这个 Queen Scout 现在的 King Scout。这个金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英国的新国王登基之后，出来的这个新的章，他们就是这个 King Scout， 你看得出 King Scout 和 Queen Scout 的那个比赛的差别在哪里？同一时候，他们考取这个 King Scout、Queen Scout，他们还会连接到他们的自己本土的 special 的一个 New England Award， 他们也是可以你考取一个章，你可以也是会获得另外一个章这样子的一个同时进行的。对，就是刚才讲的是其实现在是讲的 Explorer，Explorer 它有它自己本身的不同类型的 activity 呢，它的就是 professional badges， 然后还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类型的这些 treasure work， 就是考完全部之后，他才可以进军考这个。那技能只过后才可以考这个 Queen Scout 或者 King Scout， 这个 King Scout badge。OK， 这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你可以看出，加拿大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嘛，之前的，所以它的当然受到英国的影响，所以早期的都是一样的这些，它的比赛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它的King Scout Badge， 现在他们已经也是做了 King Scout Badge， 这是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 Professional Badges， 类似都是跟英国的很相似。哎，对，马来西亚到了。所以看到马来西亚也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早期的我们都是引用这早期的，就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应用的，而且也是用他们的英国的那些 provincial badges。到后期就是差不多要独立的时候，我们就换成马来西亚色彩的自己本身的，当不还是沿用他们的这些比赛 basics 的那个章 second class 和 first class， 而且引用了马来文字也在里面。都早期我们还是用英国的，后来我们慢慢发展到我们自己的，当然你可以看得出，它有那个元素是一级以上的，一叶子、2个叶子，然后成熟，然后掉穗，这是一个稻米的一个 process 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那个 benefit 叫做 membership badge， 后期大家都转换成，大多国家都转换成用这个 World of as membership badge， 把很多国家都保留着他自己的注的 membership badge， 再加上那个 World badge as additional badge。蓝色的是都是蓝色的 background 是否 normal 的scout 的那些 uniform 的，青色的是否 lay member， 就是一些委员会的委员的一些 membership badge。就是那个或者早期的那个 King Scout Badge 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过了之后，我们看有这一款，把这款之后，我们还有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时候，它是有换成不同种类的进展和蜕变的。你可以看出他们那些进展的进阶章都是有一些改变。你看得出它的那个进展上还是留下那个小小的元素，它是慢慢升上一个
叫什么稻草，大一点的稻草在全部生产完成，这个它有表现出这个印度章的一个 element 在里面，也符合早期英国的印度章的一个concept在里面。慢慢的这就是比较淡化的这种印度章的一些，还是有一点的印度章的。马来西亚早期也是引用了英国版的左边的圆形的是否告的，就是13岁到15岁的，四方形的是否15岁到18岁的，他们是 square 的。早期的是放 Boy Scout 的，后期的同样的比赛，红色的他们要区分嘛 ，Boy Scout 和 Boy Scout 有点混淆，他们就换成 Senior Scout。做 Senior Scout 是后期你们看到的 graduate 放作是 Senior Scout， 好的，这个 Boy Scout 把它的来是 square 的，我 Senior Scout。很浓浓的一个英国的一些，在后期的，就是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我们自己马来西亚本身的比赛的 provincial matches， 就是我们分成三个组别，然后就在从这个类发展到不同的一个比赛，然后再更加进步化成用不同的比赛，再变成后期的这个比赛。这一组是for Senior Scout 的，就是说这我们所说的这个 square 的是for早期的嘛，这个是for Junior Scout 的，Junior Scout 的，做 Senior Scout 的，他们要考取那个 King Scout， 他们要附加这五个batch， 大概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之前的 certificate， 它是有9位最高领袖的签名的，就是说唯一的一个9个国王签字的 certificate。就英国版的那个，它只一个英女王或者英王的signature嘛，所以马来西亚是唯一的一个有9+1的最高统治者的签名的 certificate， 这有利的。所以你看的这些都是不同时期的这5个章的一些不同时期的一些比赛。香港的也类似，你看到也是差不多，同类型的一个进展。早期的香港是用英国版的，然后到香港回归了之后，他们就研发他们自己本土的 Scout Scheme 和 Ranger Scout Scheme。你看到 Ranger Scout Scheme 也是类似很早期的英国版的，也是有这一套 Ranger Scheme 的他们的最高荣誉奖就换成这个荣誉孔雀奖，就是 Dragon Scout Award。这是给 Scout Award， 这一套是给的 Scout Scheme 的。我们看它的因素都是从英国也被出来的。泰国，刚才说泰国也没有被英国统治，不过泰国也沿用了英国的那一套系统的这个 Best 来做它的program framework。泰王的 King Scout Batch， 这是台湾的 King Scout Batch， 这是 Rover Scheme 的 Provincial Batches， 它是有考取的，然后完成了之后，他们就是到这个他们的 Rover Scout 的 King Scout Batch， 因为他们没有 Rover Scout， 说过 Rover 他们不扣 BB Award， 他们比较尊敬他们的国王嘛，所以他们就是以国王的 King Scout Batch 也用于在 Rover Scout Scheme。泰国的可以看出，泰国版的也蛮像是那个英国版的。刚才我们之前秀的那个帐篷的也蛮像的，也是一样的。印度很符合英国的它的风味，就是给个 idea， 它的那个
进度章的一些 level 4、level 1、level 2、level 3，然后 state award， 然后就是 Ratchapati award。包括这一个蓝色这一块是 guide 的，他们的 guide 也是穿戴同一个章的系统，你看出它的章其实是2合1，还有 scout， 还有 guide 在里面，是2合1的章，是少数亚洲国家童军男童军、女童军的章是mix 在一起的章。通常这种 mix 的章，我们多数在欧洲区会看得到比较多。然后新加坡也是看出它的底蕴也是从英国演变过来的。早期的新加坡也是引用这个，过了那一个，我们就来到这个 batch。独立之后我们也做这个 batch， 还没有研发自己本土性的 batch。到后来的90年代，我的 Junior Scout 的13岁到15岁，第一代、第二代。现在这些不同的 provincial batches Scout， 我们还有一些跟那些 excellent partner 合作的，就是我们的 Sea Scout Marine Batch。这个 Marine Batch 不只是从 Sea Scout 可以打，normal 的 Scout 也是可以打的。就是 Venture， 就是15岁到18岁，它就是考取2个进阶章，加上这1、2、3都是8个，我是白就代表不同的一些 element 特征、citizenship 的特征，然后就完成这个总统的红军的回头草我。这个就是现在刚刚推出不久的新的进度章的 best skin。他搞的，我们也是蛮受英国影响的，看 BB Award 也是不见的，他们2个都是共同share这个 Best Scout Award 和英国的现代的蛮像的，这个是 Chief Scout Award 也蛮跟英国的蛮像的。那现在到了美国的进度章 over the years 也换了不同的比赛啊，不同的，它比赛是一样的，只是它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速，推出的转换率是蛮多的，马来西亚也是蛮多的，一样从 Boy Scout 一直到它的 Eagle Scout， 它的最高的直接是它的 Provincial Badges， 但 Provincial Badges 是蛮多的，你是不需要拿这么多，它的 requirement 是蛮少的。这是你可以看，这个是它的这个一个 Scout 的 requirement， 可以看出它的每一个阶段所需要到的不同的一些 requirement。所以你看是一个 Scout， 这个一个 Scout required 的 Marine Badge 是有这么多而已。有时候你们看到有些的一个 Scout 他们就来拿40到50片的 Marine Badge 是很夸张的，他们其实不需要拿了这么多了。这是最主要的这几个你需要拿的，完了这一套，完了这个 Marine Badges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每个不同的 project 的实现的 skill。菲律宾你可以看到它的 Boy Scout 和 Senior Scout 有一些 overlap 的，它有一个 overlapping 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你这个有菲律宾有两套系统，这个 Boy Scout 的和 Senior Scout 的。如果你是10岁开始 join 起，你可以就带着考起这个章，然后这个 Scout 就是，或者你可以中途调换，你是13岁嘛，你看。13岁，他可以看从这个方向跑，或者从这个方向跑。这个方向就是 Boy Scout 的 track， 就是考完这个 first class 之后，你可以跳地考 Outdoorman Adventure， 你可以直接去考 BSP， 所以你可以选择考 BSP 的 track， 或者考这个 Scout 其实的 track， 因为它2个 skill 都是17岁 end 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它一个可以转换跑道的一个 skin。对啊，Boy Scout skin，
Senior Scouting Scheme，这就是它的不同的阶段的那个 Boy Scout Scheme 的可以跳过去。它每一个阶段需要什么 profession 来着，它都在这边都有列出来。这是 Boy Scout Track，Boy Scout Track 跳去 Eagle Scout，这是纯粹的 Senior Scout，直接跑。就是你13岁、14岁加进来的话，你是不可能考 Boy Scout Track。如果你是10岁进来了，你就开始10岁，完了之后你从这个可以跳过去考这两个，你不用考，从这个两个阶段开始考，这两个等于你的前半段。这个就是类似马来西亚是差不多是蛮类似的，斯里兰卡也是受英国蛮大的影响，所以看出它的早期的那个战都是蛮类似的。Membership badge, benefit,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然后考取它的 President Award。它的 Junior Scout 或者 Senior Scout 也是蛮像的，它的也是受英国的 influence。这一套是刚刚出炉不久的 New Scheme， 这个 replace 这个 scheme， 所以他们已经换了新的 scheme 了。它就没有这个 membership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他们是考这一个 Scout Award。Membership badge 进来之后搞 Scout Award、Chief Commissioner Award、Prime Minister Award。这我第一次看到叫做 Prime Minister Award， 那个 President Award。它这个是它的那个年龄的或 age differentiation 的。那到台湾的，对，台湾有什么要加以分析的吗？初级、中级、高级、次级、长升级和华级。从几岁开始？自己也要附加一些东西吗？这边没有嘞，在这边应该大家都比我还要熟，所以我就不多费言了。就是说，就是每一个级别都要附加一些那些 Marine badge 吧，一些 Provincial badge 吧，就是你要是原那些4方池那些，就是这一套是吗？红军的、新一的、专科章，这个是红军级的，这个是新一级的，它是跳过去的是吗？就是你从红军加进去的话，你就开始，或者如果你是刚好16岁参加的话，你需不需要回头考这个，开始考到这边才开始可以到这边呢？还是你可以跳过这个，是从这边开始考可以吗？不需要回头。那我是16岁，我就新一嘛，所以我就直接考这个4级，就这样子上升，我就不需要跳回去考这个初级、中级、高级，是不是这样讲？不用，如果你已经到一个级别了，不用再回头。就到级别，我是新加入的，我是新加入的时候，我就加入新一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回去考初级的？我是直接从4级开始考。要从初级开始考了。初级对，不能直接从没有你什么级就直接从中间这样子。就是我加的时候比较迟嘛，我加的时候已经是新一的年龄嘛。比如讲说，这样子我还是要，如果我要尝试国画级的话，我要回头从初级开始考，就是从跟红军年龄比较小的一起参与考试，这个初级、在中级、在高级、再到我现在的4级才开始，就是我不会很辛苦，要回头考，类似这样是吗？正常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那个一进程现在算时间也来不及了。对，就是说，如果我是半路出家的，我16岁开始参加红军，我是没有这个机会或时间去考 National Flower 这个国画级的。是的，马来西亚也是类似的，你如果是从16岁开始考，你要回头考那个最初级的，一直考上来，要注意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同样的一个系统。或很多其他国家的都
都是省掉的。如果你从新一进来，你可以省掉前面3个，直接从第4个开始跑。好，他们有不同国家有这种类似的一些方便门啊，因为你不可能说非得赖他嘛，你现在他开始钻进来，你要回头跑，这个是一个很在于大家去深入去研究的一个问题啦。好，我们那个尚达这边举手了，尚达请。好，我来补充一下爱德华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们16岁的孩子哈，进入了就是高中阶段，那他要参加童军的话，他经过团长的认定后，就是经过一些考试，会直接会可以授予高级的专科章，是从高级那个阶段开始再往下走。就是他就是 compress mode 啦，就是说他可以跳过初级、中级。对，初跟中是可以跳过的，但是要他年龄到，对，这样年龄到，就是说他还是要考最基本还要考高级开始啦。是的，从高级开始。类似 ，OK，at least 在台湾有这个小小的一个 adjustment 呀。不过在马来西亚就没了，马来西亚他就回头要考最初级的那个开始考上来，还要注意时间。如果你真的要去pursue 那个 King's Cup match 来讲，这个不知道来讲来讲，对，马来西亚的比较严苛一点，对。有没有 batch 单是也可以附加一些，或者是win 看到 win 上线了 ，win 可以也是可以帮忙补充一下 win。嗨 ，Edward 好。呀，我们所说的就是刚才那个我们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16岁参加童军，你参加 Senior Scout 嘛，就是我说过的慢点，你的时间你要顶你不可能只是考这5个章嘛，你还是要退回去考这个52马六甲呀嘛。没有，就是你要回去要回去Scout 的 section 考这个52马六甲呀，不然的话需要是吗？不需要。我知道以前的这种是要考回头嘞。没有如果他是在15岁以上，就是说他适合在高级，就是说本来 Gap Remaja 开始的话，他就是考那最后的5个章。就他后面这3个章吗？52马六甲呀？52马六甲呀不需要考的，他可以直接进入Remaja，但是他没有机会考King's Cup。对，我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要考 King's Cup，你是不是要回复为考这3个章？答案是要，对不对？要，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没有这样子鼓励去，因为时间太短了。对，我不是说鼓励不鼓励，我是说，如果你一个 Senior Scout 人嘛，就刚刚 join 的，他有这个兴趣要考这个 Bernard Raja 来讲，他没有其他的途径，他必须回头考这3个52马六甲呀，加上那个Green Card， 对，再加上那 Proficiency Badges，8个 Proficiency Badges，然后才回到自己本身的，只是他说 parallel 的再考他的那5个 batch， 对，还可以完成目标，进发到这个 Bernard Raja。如果他不考 Bernard Raja， 我们是没有这个必要，他只要考这5个，者不考都 OK。如果我们现在前提下，如果这个童军本身需要 M 这个 Bernard Raja， 他其实时间会很紧迫，就是你要回头考。那就看我们台湾这样子，你要回头考，他起码有一个 skip 掉2个，他从高级开始考，还 OK 吧？马来西亚是比较苛刻一点，你还是要回头考，从最基本的那个进阶章来考，就是你要考完52马六甲，再加上5科，再加上我说他的苛刻条件是蛮多的。我只要考后面就是这一点可以，对吗？对，这他的路是没有改变啊，对，这还是没有改变，就是对，就是如果你compare来讲早期的那个30年代、40年代
那时他们只考那个52马六甲，我是个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然后proficiency badge 说直接就可以考那个 quiz 考的。他的那个基本条件是比较低的。对，马来西亚的基本那个严苛性加强很多。对，给大家有点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思考了，因为你不可能 penalize 那个同居嘛，他刚刚是16岁才 join， 他你看到这个不高大家看得到，吃不到，你明白那个他的心情会如何，对不对？说他有，我告诉他有例子的，有1-2个真的这么他们是 parallel 的，他们就考这个 five badges， 他们也同时间也要回头考那个补回那个50马六甲那些需要的，然后进军补大家，也有人成功啦，不过是少数例子啦，就是这样呀。所以在马来西亚，你要参加同军越早越好。对。一般来说，我们应该是在就是初中1，最迟初2啦，最迟初2，最迟初2你的时间真的是很难去。我是说，我是希望说马来西亚可以考虑要放宽啦，因为你最好的就是很多国家都是分家2个制度，初中部制度和高中部制度2个由他自己的 system 有来。其实马来西亚它是有分初中和高中，就是说本安格姆的，就是那个沙马就加亚，然后就是拿那个青色的那个对软布green card， 然后那个就是初中童军的最高荣誉。对，然后之后就是本安格罗马加高级童军的，就是那5个徽章之后就 yellow card 对yellow card。Yellow card 之后就是最后看你要不要挑战的，就是那个皇家童军。对吧？如果你是先天性的，你去直转的话，你就是你的先天条件就是你这年拿到 yellow card， 你也不可以进军不到 right guard， 除非你要回头考那个 junior section 的那一块来补回。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有一点另外一面呀。目前我还没看过有对，就是说多方很多国家没有这个 penalization 的一个东西啦，但是目前上只有马来西亚有这个比较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啦Yes or no， 那个是大家要去 reflect 啦要去 reflect， 要怎么去更改和改进我们做就大家可以思考，因为不然你这个有一点。怎么说呢 ？penalize 那个同居嘛，他是从16岁才开始 join， 和17岁开始 join， 他会有点迟啦，然后就这样。所以你觉得这个菲律宾的也是一个，它有不同的 track 可以转换路道 ，maybe 马来西亚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不同的方面的方向。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台湾的一些专科章 ，Korea。韩国的，你看到韩国的，你觉得韩国是受英国的 influence 还是受美国 influence？ 我觉得两边都有。可以看到早期的上半段是受英国的一些影响，下半段的新是美国才有 Star Scout 的那一块的进入章，这些是不同时期的。他们也是有 National Flower 哦。它这个是 National Flower 章的，跟台湾的国花鸡是不同等级，不过是他们也是有国花鸡的章在里面，叫木槿花，white flower， 它木菇花它的 National Flower， 韩国的 National Flower， 过后才是那个 Tiger Scout， 它的章也是很多的转变。这个版本的就是它现在引用的版本 ，Japan 也是很大的有受英国的影响。Membership second class first class 到它的 Fuji Scout， 包括它的requirement 也是很多 proficiency badges 也要考的。然后再转变它过后它就分家了，
Scout Scheme 和 Major Scout Scheme。Japan 的 Proficiency Badge，Japan 的最高有一张不同年代的夫妻 Scout， 这个还蛮牛人的，你要论他这个一个夫妻是上面。Next Myanmar 也是受英国也是有一个影响的，你看他的章也是蛮像的。Afghanistan、Cyprus， 欧洲也是有 First Class 的，它布料是蛮有力，1920年代的 First Class。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 Second Class， 就是整个消费这一块。Austria 也是一样。布拉高、意大利，他们都是蛮类似的英国的 influence 在里面。Second class、First class、Luxembourg 跟英国的 totally different， 他们自己的概念。Puerto Rico 也是蛮类似的。Albania 最高有一张两头鹰，这个说法讲。后期的这个时候讲，我看他的大多数公司当初是跟英国蛮像的。OK， 大家有什么意见要 share 的，或者发表的，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讨论的？好，那个暂时我们就大家先来合影。我们先谢谢那个 Edward 今天精彩的资料的收集来呈现给大家，跟大家做简单的一个分享的部分哈。那好，我们大家先开个镜头跟 Edward 合影好吗？来看一下哦。好，再拍一张好吧？看我一下哦，3、2、1，好。那哎呦，不好意思，来，有人没有拍到，还是3、等一下，确认一次哈。好，3、2、1，好，那谢谢各位。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